有人知道这个变态杀人魔在临死前为什么会笑吗？被执行电刑，电到他冒烟，难道他就不害怕？奇怪的是，他死前唯一的要求，竟然是跟抓他入狱的警察丹泽尔握个手，表示后会有期，真是个变态。更变态的是，他还抓住人家的手不放，让别人猜什么谜语，说为什么乔治和佩奇之间留有空白。丹泽尔无奈地笑了笑，心想他一定疯了，并没有在意。但他不知道，眼前的疯子会在以后让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当杀人魔扭动着身体，极其享受地在电椅上被处以极刑。第二天，城内再次发生命案，死者体内被注射毒药，活活折磨到死。这本来是一桩普通的凶杀案，但诡异的是，这种杀人手法与死去的杀人魔一模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凶手同样喜欢在作案后把现场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同样喜欢在现场睡上一晚，等到第二天吃完早餐后才悠闲地离开。他还留下满屋的指纹，而且也是个左撇子。难道是巧合吗？这还不算什么，墙上竟然写着那个谜语：为什么乔治和佩奇之间留有空白？杀人魔明明已经死了，难道他还有共犯？又或者是模仿作案？直觉告诉他都不是。同事想起乔治是个光荣警察，名字刻在废弃的表彰墙上。丹泽尔找到表彰墙，发现乔治和佩奇之间的名字是被人故意抹去的。经查之下，此人是1965年的风云警察，却在8个月后离奇自杀，而他的女儿也隐姓埋名。丹泽尔找到他的女儿，他却反问丹泽尔：杀人魔是不是喜欢唱歌？他很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父亲是一个好警察，在办理了一起杀人案后，相同手法的杀人案件一再出现，案发现场还有父亲的指纹。自杀的当天，他曾经说过线索明了，胜算为0，然后只身去了偏僻的小屋，最后被发现举枪自杀。他说父亲是清白的，但欲言又止。丹泽尔与同事回到警局，认认真真查看了杀人魔临死前的录像，发现几个凶手生活中都是右撇子，而在录像中却是一个典型的左撇子。其次，杀人魔临死前曾经自言自语，好像说着某种古老的语言，他们听不懂，只能交给语言学家去翻译。就在这时，又一个电话打来，第3起凶杀案发生了，死者正是第2起案件的凶手。对头，你没有听错，凶手的手法一样，行为习惯一样，通通都一样。这到底是怎么的组织？为什么杀人狂魔却被人反杀？为了寻求真相，丹泽尔独自去了老警察的林中小屋。在小屋的地下室中，他发现老警察在木板上留下的字迹，上面写着阿萨索，头顶格间还放着一本厚厚的书，里面记录着恶灵阿萨索的资料。难道这一切与他有关？回到警局，丹泽尔拿到了杀人魔说话的翻译，他竟然说的是2000年前的中东语言，内容是：我无法进入你的身体，但就算我可以，现在我也没有兴趣了，我会整到你生不如死。丹泽尔不明所以，他和同事正在讨论这件事，同事说着说着，却唱起杀人魔死前唱的歌。接着同事触碰了下一个人，下一个人也唱起这首歌，接着是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阿萨索的灵魂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转移了多个皮囊。老黑回到家中，发现不对劲，侄子的朋友也被附体，于是他追了出去。这期间碰到了一个大叔，大叔拿起手枪对着他就是2枪，丹泽尔反手1枪，大叔倒地，他上前检查尸体。丹泽尔怎么也想不到，旁边的女人又唱起了杀人魔的歌。女人上前对丹泽尔说：你猜，作为目击证人的我会怎么向媒体描述是你开枪打死这个大叔的呢？丹泽尔也因此被局长停职，他只能回到家中，却发现自己的亲弟弟被人杀害了。同样的毒药，同样的杀人手法。这时楼下来了2个警察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只能带着侄子离开。2人来到老警察女儿的住处，丹泽尔从老警察留下的书中终于得知阿萨索的秘密，一个不仅可以通过接触转移灵魂，而且当上一个宿主死后，只要500米以内有宿主，他的灵魂就可以随时转移。丹泽尔知道老警察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偏僻的小木屋自杀，原来是为了让阿萨索入窝，杀死他的附体之后，这样找不到宿主的阿萨索就会死亡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计划没有成功，丹泽尔将侄子托付给他。原来他早已有了计划，为了彻底消灭阿萨索，他要引诱恶灵再次来到小木屋，然后和他同归于尽。只要500米内没有活人，阿萨索找不到宿主，也就魂飞魄散。他在小木屋等到了深夜，同事和局长根据情报追过来，准备逮捕他。僵持不下之时，同事1枪爆头，打死了老局长。丹泽尔这才知道，原来同事已经被阿萨索附身，他也承认了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一会儿就附身到你的身上。打斗中，丹泽尔1枪打中了同事，然后告诉阿萨索：你别想附身到我的身上，我抽的这根烟里面有你杀人最喜欢用的毒药。说完1枪打死了同事。阿萨索失去宿主，只能依附在没死透的丹泽尔身上。他慌忙往外跑，但没跑几步便死在了雪地之中。这时一只猫从他身边走过，阿萨索附身到了这只猫身上。原来这也是老警察没有杀死阿萨索的原因。恶魔依然在人群中继续作恶。还记得刚开始恶魔想附身在丹泽尔身上，但没有成功。这次为什么能附身？难道是被恶魔影响了吗？还是人心总是在变呢？